旗舰产品往往代表了一个品牌的技术实力、审美取向以及设计理念。无论是在汽车、手机、家电还是其他任何产品当中，旗舰机型往往凝聚了最多的科技含量与最新的设计理念。在 Hi-Fi 当中也是如此。旗舰耳机不仅承载着品牌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实力，更是声音理念和设计审美的集大成者。各品牌的旗舰头戴耳机，我相信如果咱们单独拿出来听的话，每一款都很出色，都是好听的。但是没有对比不成方圆。今天咱们就挑选4款耳机进行一个横向比较。在高端头戴耳机中，铁三角的 ADX7000、Focal 的乌托邦2代、魅子的 Elite、HiFiMan 的 Sarsvara， 这4款耳机是各自品牌的旗舰型号。这其中有皮动圈、有空气动圈，也有旗舰平板，4个品牌4种音色，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与音乐风格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甘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4款旗舰大耳各自的音色取向、单元技术以及系统搭配。通过本期视频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选择到更适合自己的耳机，以及更好的去组建系统。在开始之前，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4款耳机各自的特性。首先是佩戴感，在重量上 ，ADX7000以275克的重量拔得头筹。依靠出色的重量控制与结构设计，不光在今天聊的4款耳机当中佩戴感最为舒适，在目前的旗舰头戴耳机当中 ，ADX7000的佩戴舒适度也是出类拔萃的存在。大家知道，旗舰耳机当中重量最轻的类型往往是静电耳机，比如 Stax 的 L700MKR 与 HiFiMan 的 Jade， 但是这两者的重量分别达到了371克与365克。对比一下 ADX7000 的275克，就能明白 ADX7000 在重量控制上做的有多么的到位了。佩戴感第2的是 Elite， 重量不算轻，是433克。但是魅子高端耳机的头梁设计与其他品牌都存在差异，头梁布局是弯曲设计的。大家看到这张图就明白了，这让 Elite 的重量能更均匀地分布在头梁两侧，让我们头部承压的面积更大了，这样就能够更均匀地分布耳机本身的重量。所以魅子 Elite 的佩戴感我认为也不错。接下来是 Sarsvara。Sarsvara 由于是老款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应用如今 Ananda Unveiled 或者说 HE1000 WiFi 的新款头梁设计，这让 Sarsvara 的佩戴感不能算特别的舒适。重量感方面是450克，横向对比一下的话 ，Sarsvara 的佩戴感比起 LCD4 和1266还是要强一些，但是不如前面说的 Elite。最后是乌托邦2代，其实在1代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反馈佩戴问题了。但是很可惜 ，Focal 并没有对这一点改进太多，尤其是头梁部分几乎没有变化。耳机本身的重量无法得到均匀的分布，所以在佩戴感上面就不是特别的舒适了。虽然这一代产品使用了羊皮耳罩与碳纤维材料，但是夸张的重量依然让乌托邦2代在今天的排名当中排名垫底，重量高达490克，也就是差不多1斤了。所以如果您对佩戴感有严格要求的话，那么 ADX7000 或者 Elite 我认为会更加的合适一些。在耳机接口方面，4款耳机采用了4种不同的接口。每次看到这个头戴耳机的接口，我都有点头大。到目前为止各品牌都没有统一接口的趋势，这一点与旗舰耳塞截然不同。旗舰耳塞目前基本就是2种接口嘛，分别是 0.78 的双针以及 PE 2种。而4款头戴的接口分别是乌托邦2代的 Nemo、Elite 的三星 Mini XLR、Sarsvara 的双 3.5 以及 ADX7000 的头戴式 ARDC。从搭配角度来说，这限制了我们玩家太多的可能性了，因为线材不能够通用的，所以接下来的音质比较，咱们都会建立在原线的听感基础上。在原线与配件方面，乌托邦2代的线材与1代差别不大，依然是一条 1.5 米的 3.5 线材以及3米的 XLR 卡龙线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手提式的便携盒。就包装本身来说乌托邦2代的包装堪称是奢华的，而且绝对高档，但是配件的丰富程度却是今天的几款耳机当中相对较低的一块。
Elite 与其他品牌的产品都不一样，因为 Elite 的原装线材目前是可以选配的，可选2种材料以及多种规格插头的线材。不过虽然可以任选，但是咱们也只能选择1条线材。如果您需要第2条线材的话，就需要另购了。我一般会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平衡接口，因为平衡后期咱们还可以转为单端嘛，但是单端后面就没办法再转为平衡了。在旅行箱方面 ，Elite 配备了一个工艺不错的旅行箱，可以用于收纳耳机。此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Elite 的快拆耳罩设计，头戴式耳机的耳罩会影响声音是公认的事实啊，就像耳塞换个耳套也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差异一样。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极少有品牌会提供第2对耳罩可以调整的。而 Elite 原厂就标配了2对，分别是 Alcantara 与 Hybrid 的 Alcantara 真皮外层混合结构这2种，这2种耳罩都支持快速更换，方便我们体验不同耳罩之间的音色区别。由于内置了强磁体的缘故，吸附力做得非常到位，不会轻易掉落的。ADX 7000标配了2条3米的线材，分别是 6.35 与4针的 XLR 接口。此外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铝合金收纳箱，以及2对耳罩，分别是 Alcantara 与天鹅绒。这2对耳罩会带来差异明显的音色表现。我个人是更喜欢 Alcantara 的音色，这一点与我对 Elite 的选择一致。Elite 我也是更喜欢 Alcantara 的音色。当然了，也有朋友喜欢天鹅绒耳罩带来的音色厚实度，这一点的话，依据自己的听感调整就好，有的选总会是一件好事的。Saxophone 则配备了3条线材，分别是 XLR 6.35 与 3.5， 在线材丰富度上是今天排名第1的。但是每次看到这个配置，我都有些无语，难道真的有人 Saxophone 用 3.5 接口去听吗？如果说将 3.5 接口更换为 4.4， 我认为会更加的合理。与乌托邦2代一样的是，这2款耳机都没有配备可供替换的耳罩。此外 Saxophone 也是今天聊的4款耳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配备旅行箱的耳机，但是有一个储藏盒，聊胜于无。在聊起声音之前，咱们先过一下4款耳机的技术特性以及单元结构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挑选这4款耳机来对比啊，与各自的单元特性是分不开的，因为这代表了4种不同的技术路线。其中乌托邦2代与 ADX 7000是动圈单元， Saxophone 与 Elite 是平板单元。首先，乌托邦2代使用了 Focal 自家的皮单元技术，这是 Focal 的看家本领了。这颗单元采用了 M 形状的球顶结构设计 ，M 型球顶是 Focal 开发的一种单元几何结构。相较于传统动圈单元平坦的几何结构而言， M 球顶在单元的外圈设计了一圈略微凸起的结构。如果说咱们从侧面观察单元的话，会发现单元的2边是有一点点的凸起的，这就是 M 球顶的由来。其实 M 球顶的思路不算复杂的，关键点在于材料。如果说使用常规材料的话，边缘的凸起会在一定的工作时间之后破损，只有使用高刚性的金属，比如说皮，才可以保证耳机的耐用性。所以纯皮材料几乎成了唯一选择。皮金属的加入也让乌托邦2代的高频表现力非常出众。毕竟在 Focal 自家的高端音响上用的就是同样技术的高音单元。我们可以说乌托邦系列耳机就是传承自 Focal 自家的音响技术而来。在1代乌托邦的时候，那是皮金属第一次在耳机上面得以运用，之前都是在音响的高音单元上。在第一次听到这种音色在耳机当中展现的时候，大家都被这种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鲜的音色表现给折服了。用一句晴空万里来形容乌托邦1代的高频并不过分，但是整体略显单薄的密度以及过于强调线条而忽视了整体的框架，都让乌托邦1代显得有一些不够全面。所以才有那么多朋友选择用胆机去搭配乌托邦1代，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这个局面。而到了2代 ，Focal 重点改善了这些问题，在耳放的选择上面没有1代那么的苛刻了，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接下来是 Elite， 首先 Elite 的单元并不能够算是 Meze 自研，这款代号 M3 SE 的平板驱动单元由罗马尼亚 Meze 与乌克兰 Renalo 联合研发制造。Renalo 这家公司的历史可追溯至1985年。作为 Meze 的旗舰头戴耳机 ，Elite 的 M3 SE 单元也颇具新意。第一点是双驱动设计。到目前为止，似乎只有 Meze 在使用这个技术。平板耳机本质上就是一块极薄的振膜，振膜上面嵌入了微小的线圈。当信号也就是电流通过线圈的时候，振膜会受到磁场的作用而产生振动，推动空气形成声音。平板耳机几乎都遵循了这个原理，虽然原理不可动摇，但是具体的实现方式可以改变。比如 HiFiMan 的纳米振膜就是将耳机振膜的厚度做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。这比如 Model 的推挽式就是将头戴式平板耳机的理念成功运用在了耳塞当中。而 Elite 与这些不一样 ，Elite 在振膜印刷了2种不同的线圈，简单来说就是将2个独立成型的线圈结合在了同一个振膜当中。具体到声音层面，就是2种线圈各自负责不同的频段，折返线圈负责低频，螺旋线圈负责中高频，这让 Elite 这款头戴式耳机有了一些分频的概念。
第二个新意就是前面说的磁吸快拆耳罩了，这个有个专业名词叫做耳电耦合技术。一般来说，固定耳罩的磁铁部件是独立存在的，并不参与到耳机的发声与调音当中。而在 Magic 的耳机当中，与耳罩部分进行吸附的磁铁部件也被升级成了发声结构的一个部分，等于一块磁铁既是单元的组成元素，同时也用于吸附耳罩。这种将磁场重新导向至耳罩的设计，无疑是一个巧思，也提升了驱动单元的效率。Init 是今天咱们介绍的4款耳机当中对前端最为友好的一款，32欧的阻抗，101 dB 的灵敏度，哪怕您的前端是播放器，也可以感受一下旗舰大耳的音色。Init 有一点我认为挺难得的，就是目前不少平板耳机都在堆数字嘛，而有些忽视了平板耳机原本的声音优势，那就是平板耳机的细腻度与声音厚度，那种天然的黄昏感，自打 LCD4 之后就很少见到了，而 Init 保留住了这一特质，哪怕这一点与如今追求高素质的风潮有些格格不入。聊完 Init， 咱们来说一下 Satsvaara。对于 Satsvaara 这款耳机而言，很多朋友是又爱又恨，买了又卖，卖了又买的朋友绝对不在少数。这与 Satsvaara 对前端的要求有着直接关系。很多朋友因为推不好，或者说没驱动到自己理想当中的声音而出手，但是出手之后又手痒，总想着再挑战一下，看看到底能把 Satsvaara 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。毕竟大家都说 Satsvaara 拥有着恐怖的潜力，耳放每提升一档，耳机的表现也会跟着提升一档。所以对于爱折腾的玩家而言， Satsvaara 称得上是一只必玩的耳机，并且如今日益进步的耳放水准也让 Satsvaara 的驱动难度变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。在单元方面， Satsvaara 配备的是隐形磁体技术的平板单元，配合纳米振膜。关于这个技术，咱们之前也聊过很多次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尽可能消除磁铁对于声音的影响，让声波可以尽可能高效的穿越磁铁。具体到参数上， Satsvaara 拥有一个恐怖的参数，60欧的阻抗好像没什么啊，但是仅仅83 dB 的灵敏度，让 Satsvaara 对于前端的要求也达到了一个堪称恐怖的程度。最后是 ADX7000。很多人说 ADX7000与 ADX5000的音色不一样，这一点我在一开始的开箱视频当中也感觉到了。我相信如果您之前持有 ADX5000，那么去试听 ADX7000的话，您会听到一种陌生而非熟悉的感觉。之所以会造成这个听感差异是有原因的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 AD 系列产品线。AD 这个前缀也就是 Air Dynamic， 铁三角将其称之为空气动圈。AD 系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系列，自打 AD10、AD900、AD1000 到 AD2000X， 空气动圈的 AD 系列有着不少好听的耳机。那么什么是空气动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将单元暴露在空气当中，声音的传播路径上没有障碍，这样声波造成的气流可以不受限制的进行流通，让声音不再局限于耳边，而是可以随着空气自然流通，这也就带来了更大的声场与声音自然性了。这项技术在外观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，那就是超多的蜂窝状开孔。空气动圈耳机有2个优势，一是 AD 系列的耳机佩戴感都非常的优异，超轻的重量与柔软的耳罩让耳机几乎没有什么压迫感；二是 AD 系列的耳机在声场上面的表现力都超越了同级别的其他产品。但是这个技术在结构上来说并不复杂，毕竟几十年的历史了 ，AD10 到如今也快30年了，无非是将单元放置在与人耳与外壳都有一定距离的中间位置，在单元两边预留充足的空间，以供空气流通。看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感觉到有些似曾相识。没错 ，HiFiMan 的 Unveiled 无格3也是类似的概念，目的都是为了让用家可以听到更自然、更广阔的声场表现。只不过一个是动圈，一个是平板，所以铁三角在变。而这就是新一代的 HXDT。HXDT 技术对比传统的动圈单元来说，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体化的结构设计。我们知道，寻常的动圈耳机是由多个部件所组成的，发声单元先固定在卡扣上，再将卡扣安装到隔板，最后再将这一整块安装到耳机外壳上。而 HXDT 将这些部件都集成到了一起，从而实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安装精度。隔板、磁体、音圈、振膜这几个部件以同轴的方式进行排列，这一技术让声音更加的精确了，尤其擅长微动态的捕捉。我相信，如果您是 ADX 系列的用家的话，想必对于这一点深有体会。为了这个新理念的落地，铁三角设计了全新的单元，直径为58毫米，这与之前的53毫米有所差异。在阻抗上，除了 ADX3000是50欧以外， ADX5000与 ADX7000分别是420欧与490欧。其实，在如今快节奏的年代，研发高阻耳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原因就是现在市场正在往易推化这个方向发展，无论是拜亚、Magic 还是奥利兹等等，几乎都在往易推化这个方向发展。这一点不难理解。
前端的要求越低，用户就越容易上手，产品也就越容易推广。铁三角自身也是如此，在 ADX5000 之前，铁三角的木碗与空气动圈几乎没有高阻耳机，因此设计生产高阻抗单元对于铁三角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挑战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体现了铁三角对于声音理念的一种坚持。作为全新的理念，铁三角还专门想了一个新的概念 True Open Air Audio， 简称 TOA。OK， 介绍完以上，接下来咱们进入到音质部分。首先，四款耳机在驱动层面是要求不同的，不同的音源和解码也会体现出很大的差异。最后，我选择了举升的 N 系列套装，也就是 NT1 加 ND1 加 NA1 这套组合，分别是转盘、解码和耳放。这套组合无论是音质与不同耳机之间的兼容性，还是功能性和体积，都是目前市面上非常好的一个套装组合。其中 NA1 是 A 类放大的一个设计，拥有着33欧18瓦、300欧4.5瓦的输出功率，以及相对流畅饱满的声音表现。在耳放方面，我还准备了湖人的 V324、V550以及玉龙的 DAR 来回切换。所以今天的主力就是举升3件套，配合324、550和 DAR 进行试听了。在线材方面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咱们都使用原线进行搭配。Sarsvala ADX7000与乌托邦2代这3款都使用了原配的 XLR 卡农平衡线，其中 Init 因为可以选配线材的关系嘛，所以这里选定了单晶铜镀银，配备 4.4 接口的线材，因为这条镀银线比起单晶铜线拥有着更高的声音解析度。4款耳机我都使用了平衡接口。大家知道，一直以来我对于耳塞的平衡与单端没有过度的追求，得具体看。在随身系统上不能够一味的追求平衡，在很多时候 3.5 单端接口也有亮点。但是对于旗舰头戴耳机而言，我会强烈建议大家能上平衡就上平衡。在中频人声方面，4款耳机呈现出了4种不同的风格。如果说乌托邦2代的人声有着柠檬茶一般的清新感，甜美，略带一点点的刺激度，那么 Init 就是热可可了，有着独特的醇厚音色，温暖细腻。而 Sarsvala 在我看来更接近于一杯美式，没有什么复杂的工艺，无非就是豆子磨碎之后冲泡就行，但是却有着原始的香气与扎实的口感，能够感受到音乐原本的面貌。而 ADX7000 则更像是一杯红茶，微甜圆润，清澈透亮，带有着天然的甘醇香气。在人声口型与距离方面，乌托邦2代的人声是女生表现优于男生，这一点与皮单元有着直接的关联。因为皮这种材料就是刚性好、音速快，反映在单元上面，自然也就带来了更漂亮的女生表现。相较于靓丽的女生，乌托邦2代在男生方面就没有这种优势了。最直接的一个听感是，男生在乌托邦2代的演绎下会显得有一点点距离感，以及口型缺少了一些扎实度，没有那么的饱满了。Init 拥有4款耳机当中口型最大的人声表现。如果说你喜欢听清亮或者甜美一些的女生，那么使用 Init 可能并不合适。但是听爵士女生或者说港台老歌的话，那么 Init 充足的人声厚度会非常适合这类音乐类型。Init 偏慢的速度感有利于人声厚度的传达。用一个字来形容 Init 的人声的话，那么非柔这个字莫属。如果说您对于齿音比较的敏感，追求细腻温暖的听感，那么 Init 是非常合适的。相较于乌托邦2代的华丽 ADX7000 的鲜活 Sarsvala 的真实， Init 这股独特的醇厚质感是区别所在。Sarsvala 的人声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侧重的方面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您是听男生还是女生，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力，距离感与口型都处于一个恰好的位置，不偏不倚。所以从染色这个角度来说啊，Sarsvala是我们今天聊的4款耳机当中染色最少的一支。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，那就是真实。这与 Sarsvala 相对直接而不直白的音色有着直接的关联。最后是 ADX7000，我还记得之前帮一位前辈调试设备，调试到位之后，他跟我说：“小哥，你调出来的这套人声好毒啊！”我想“毒”这个词同样可以用来形容 ADX7000。这里的毒不是贬义，而是形容声音扎实，密度与鲜活度俱佳，每个仿佛都仿佛有触感一般，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能带来一定的临场感，同时又保持住了透明度，不显厚重。所以这里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，那就是毒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担心，小甘你说的这个毒会不会毒过头了？也就是听起来人声都走调年轻化了。这点今晚放心，绝对没有达到 ADX5000 或者说乌托邦2代那种程度的染色。我认为更多的是在人声当中添加了一些催化剂，让人声更加的鲜活与凝聚了。高频是最容易体现一个耳机所谓高级感的频段，传说当中的空气感或者空灵感，往往就通过高音频段得以体现。所以现在超旗舰级别的耳塞起码会配置4个甚至更多的静电单元来体现高音频段。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看重一个特点，
比如高频的延展性或者说高频的信息量之类，但是对于旗舰头戴来说，要求会更加的苛刻。首先依然是乌托邦2代，乌托邦2代的高频延展充分，透明度极高，带来了清澈透明的质感，细微的空气感与泛音细节能被很好的呈现，让整体音场显得开阔而且空灵。就高频的空间感来说，优于 Sarswara 与 Init。如果说您听 ACG 音乐比较多的话，那么乌托邦2代与 ADX 7000会表现得非常到位。这两款耳机高频不同的地方是，乌托邦2代的高频有一种提亮或者说拔高的感觉。如果说您喜欢这种质感，那完全没问题。虽然可能在有些音乐题材当中显得不太真实，相较而言 ，ADX 7000的高频要更加的自然。相较于乌托邦2代这种清澈的透明质感而言 ，Init 的高频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感觉。Init 不追求极致的延展与透明度，而是带有一种温润柔和的光泽感。这里我们打个比方，这就像您使用 A7R4 配合以前美能达的机头去拍照一样，分辨率、宽容度什么的都没有太大问题，只是照片本身的色调是暖色调，色彩也会比现在的镜头更加的浓郁，所以导致观感上面会缺少一点点锐利的感觉。不过在高频空间的规模上 ，Init 还是没有乌托邦2代打得那么的开。如果说乌托邦2代是能量感略微往上盘走的话，那么 Init 就是典型的往下盘与密度的走向，与刺激度完全无缘。接下来是 Sarswara 的高频空间比起 Init 明显要敞亮一些，延展性也是高水准的一个表现。但是有一点需要适当注意，那就是 Sarswara 的高音缺少了一些特质。相较于乌托邦2代的美化 ，ADX 7000的鲜活 ，Init 的细腻 ，Sarswara 的高频更偏向于直接。如果说您喜欢真实直接的高频，那完全没有问题。Sarswara 对于高频的处理能力绝对称得上保证2个字。但是如果您喜欢高频带有一些甜美度之类的染色的话，那么 Sarswara 的高频或许不能够让您感到满意。这种直接且泛音丰富的高频，让 Sarswara 在表现器乐的时候拥有了一定的优势。也让 Sarswara 与 ADX 7000成为了今天聊的耳机当中最适合器乐表现的两款，因为 Sarswara 足够真实 ，ADX 7000足够鲜活。而另外两款虽然在高频上有一定的特点以及美感，但是在演绎器乐的时候就显得稍有不足了。乌托邦由于高频相对纤细的关系，所以会显得缺少了一点乐器的实体感，而 Init 的乐器会显得不是那么的生动。我在听 Sarswara 的时候，也顺便对比了一下 Sarswara Unveiled。非常明显的一点是 ，Sarswara Unveiled 的高频空间比起老 Sars 又大了一圈，电弹感被营造的更为到位。而在老 Sars 上就无法感知到电弹感这一特性。老 Sars 不至于拘束，但绝对没有 Sarswara Unveiled 的广阔感。铁三角作为一直以来善于表现高频的品牌 ，ADX 7000的高频自然不存在什么问题。在聊起 ADX 7000的高频之前，有一款产品是绕不开的，那就是自家的一代旅途经典 ADX 5000。事实上，就目前来说 ，ADX 5000在万元这个价位依然是很难打的一只耳机，尤其是女声与弦乐表现堪称一绝。整体的透明度之高，可谓是独树一帜。不过，一直有客户反馈 ADX 7000的高频不如 ADX 5000，这是有原因的。ADX 7000我们之前一直用湖人 V324搭配举升 TS1 来做演示，这套组合有朋友反馈说结像偏大，我在试听之后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。不过客观说并没有 Init 那么的大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啊，与 TS1 的模拟调音有一定的关系，并且 V324也是湖人家族当中少数具备暖色调的耳房，所以这一套与 ADX 7000并不是特别的搭配。当初选用这个组合也是出于易用性以及体积两方面的考量，并没有考虑太多。而在我更换到举升的3件套之后 ，NA1 驱动下的 ADX 7000高频质感得到了真正的释放，在高音的华丽度上，毫无疑问 ADX 7000没有自家 ADX 5000那么的耀眼，但是就高频的空间大小来说，两者的空间规模其实是一致的。第二个原因是调音思路，如果说铁三角的新旗舰延续 ADX 5000的高音风格，整体音色自然是偏上盘的。也就是延续老款的风格。如果说真的这么做了，自然是保险的一个做法，但是这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创新和突破了。音乐题材的兼容性也仅仅局限在 ADX 5000原本的范围和框架之内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铁三角没有拘泥于原本的思路，而是走出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。ADX 7000的高频延展适中，华丽但不炫耀，既保持了空气感和华丽度，又避免了过度的渲染。ADX 7000的高频是在稳健与优雅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，不像 ADX 5000那般夺目，但更加耐听，也更加动听和真实了。低频，四款耳机都使用 NA 驱动的一个情况下 ，ADX 7000的低频最为出色。
然后是 Sarsvarla 与 Elite 这两款在同一水平线，最后是乌托邦2代。如果说之前 ADX 5000的地平是有一点脆生感，不够浑圆饱满的话，那么这一代的 ADX 7000是将这个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改进。地平的下潜充足，质地厚实，同时保留了弹性与速度，让节奏感和鼓声的层次得到了明显提升。其实我在听到这一变化的时候非常开心，因为这说明传统大厂并没有停止不前，而是依然在寻找新的可能。没错，这里就是在 Q 深海以及拜亚了。看铁三角都已经找到新的突破了，而深海和拜亚还在原地踏步。希望这两个品牌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音色。而 Sarsvarla 的地平表现虽然不错，但是在结实程度上，我认为不及 ADX 7000。当然了，这与耳放也有一定关系。如果说我手头有一个5万块钱以上的耳放，那么我相信 Sarsvarla 的地平质感还能够更高一些。只是代价也高出了太多了，所以仅就 NA1 驱动的情况来说 ，Sarsvarla 的地平表现算是合格，但不算出众。Elite 的地平在我看来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拖泥带水，回弹的速度也慢了一些，这让 Elite 在地平量感的表现上是4款当中最为丰富的一支。如果说您喜欢慢节奏、具备蓬松感的地平，那么 Elite 我认为是没有太多问题的。但是如果说您希望地平可以跟得上音乐的节奏，同时又不会喧宾夺主，那么 Elite 的地平就需要适当的注意一下。最后是乌托邦2代，如果说您已经持有乌托邦2代，并且认为地平还不错的话，相信我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乌托邦2代的地平扎实程度以及地平的量感是今天4款耳机当中垫底的一个存在。当然了，乌托邦2代的地平也不是就一无是处的，这其中也不乏亮点的存在，那就是回弹。正是由于地平像被镀了一层水晶一样，所以乌托邦2代的地平回弹非常优秀，与拖泥带水这个词毫无缘分。那么好的回弹是否意味着准确呢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，原因就是当我们聆听一些真实鼓声的时候，乌托邦2代缺少了一点低频的残响与泛音，进而导致地平显得不是那么的真实了。这一点与 Elite 丰富的泛音形成了直接的对比。聊完三频这些，这次咱们来说一点不一样的，说一下声音的一体感和动态这两个有一点点悬的概念。首先，这两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定义？我认为一体感意味着声音能否呈现线性输出模式，也就是听起来没有断层，能够在层次分明的结构当中融合成一个整体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您会有疑问，怎么变成了既要又要还要了？既要一体感又要层次分明，对吧？这难道不会冲突吗？答案是，尽管大多数时候会冲突但是对于旗舰耳机来说，这些特点能够共存是有必要的。毕竟卖这个价格，咱们用户要求高一点，完全合理，对吧？首先，一体感不能够光靠耳机来营造，前端设备的配合也非常重要。电子管耳放、A 类耳放是有必要的。解码方面，如果说选用 R2R 结构的解码，比如说 Rockola 或者说 FPGA 的 TTR 之类，也可以获得一体感的提升。耳机当中，今天我们聊的4款耳机里 ，ADX 7000与 Elite 在一体感的表现上表达的更为到位，其次是 Sarsvarla， 最后是乌托邦。听 ADX 7000或者 Elite， 您会感觉到整个音乐呈现一种自然流畅的输出模式，整个声音当中没有断层，也没有生硬感。而 Sarsvarla 可能是前端耳放的关系，缺少了一些浑然一体的声音自然性。至于乌托邦2代，由于先天密度稍显不足，所以会显得有那么一些不够自然。接下来是动态，在说起动态之前，我们不妨在脑海当中先回忆一下动态这个词的对立面。如果说一个耳机的动态表现的不到位，会怎么样？我认为声音会显得比较平坦，缺乏起伏和张力，这样的音色自然也难以打动我们听众。而动态好的耳机能让低音沉稳有力，整体会具备一定的节奏感、力量感，三频是活跃的，而不是刻板的。如果说您经常听一些电影原声配乐的话，比如汉斯季默或者说久石让之类的，这些都行。对于这点，想必就了然于胸了。好的动态对于我们听感最大的帮助就是能够营造出一种现场感，让音乐仿佛就在身边演奏。在动态上 ，Sarsvarla 与 ADX 7000的表现要优于 Elite 与乌托邦2代。Elite 是因为整体偏向浓郁的结像，侧重舒服、自然、柔和的听感，所以动态方面会有些损失。而乌托邦2代动态，这是因为低频不够，缺少了落地感，所以音乐听起来就少了一些起伏。以上是对4款耳机音色的分析，接下来咱们简单说一下4款耳机的驱动要求。作为各品牌的旗舰产品，对于耳放前端自然是存在客观要求的。在推力层面，是 Sarsvarla 最难驱动，对于前端的功率要求最高。我一开始以为 ND1 加 NA1 这套耳放去驱动 Sarsvarla 会存在比较大的压力，但实际情况比我预料的要好不少。
纯粹就驱动 Saxophone 来说啊，是今天试听的几款耳放当中驱动效果最好的一台。比起之前听过的晶体管耳放，在推力上也要更强，可能仅次于 EF1000 DAC 了。在开启 NAE 的高输出模式之后，电位器我们打在11点钟方向，就能够让 Saxophone 迸发出足够的信息量与动态。如果耳放实力一般的话， Saxophone 听起来会有明显的割裂感。而这套设备驱动下的 Saxophone 在数字层面已经不存在被制约的问题。只是如果说您希望将 Saxophone 再往前推一步，那么更出色的耳放，比如高级别的胆机是有必要的，解码以及音源也都要跟上。关于 Saxophone 的搭配，国内外论坛上面有很多优秀的方案，比如各种300B 胆机或者说功放驱动之类，对吧？丰俭由人，关键还是看您想把 Saxophone 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。如果说您想玩一下 Saxophone， 但是又不想花费太多的预算，那么我会优先推荐您将预算放置在耳放部分，因为 Saxophone 本身的解析度已经非常强了嘛，所以前端的解析力在初期不会构成制约，前期在耳放上面下功夫更为合理。接下来推力要求由高到低依次是 ADX7000、乌托邦2代与 Init， 这3款都没有 Saxophone 那么恐怖的驱动要求。ADX7000 虽然拥有490欧的阻抗值，但是对于前端却展现出了很好的一个兼容性。1万以上的耳放在推力上基本都可以满足 ADX7000 的需求，只是要适当注意规避过于偏软的系统，否则听起来会有些暗，声场也无法打开，这会导致高频显得延展不够。而 Init 与乌托邦2代虽然对于推力的要求差别不大，但是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，那就是乌托邦2代虽然同样的输出电平之下音量与 Init 差不多，但是乌托邦2代非常的吃耳放控制力，如果音色没搭配到位的话，乌托邦2代会出现头重脚轻的问题，声场也会打一个折扣。我试听下来，湖人的 V324与乌托邦2代搭配组合的不错，可以适当的填补一下乌托邦2代的密度与低频量感，在声音的规整度上也有帮助。而 Init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哪怕是播放器驱动，耳机的基本面貌也可以被发挥出来。所以 Init 是今年4款耳机当中对前端最为友好的，只是声音线条可能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软还有糊，但是不会难听。所以推得动与推得好是2个层面。我也建议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将音色纳入考量范围。以 ADX7000 为例，我们如果纯粹从高频出发的话，追求穿透力，那么这时候搭配湖人的耳放，比如550或者说590会比324要更为合适。但是如果您喜欢澎湃一些的低音，这时候选择 NAE 就是上佳选择了。原因就是 NAE 作为一台 A 类放大器，追求的并不是飘逸的高频质感，而是更注重整体的密度、框架这些特质。您如果说不希望系统过于复杂，只想配置一台设备的话，那么这时候选择 DAR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可以来一个总结了。首先是乌托邦2代，如果说您觉得乌托邦2代有时候听着不带感的话，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这是相对一般的低频质量所造成的。乌托邦2代可能听纯音乐或者说 ACG 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听一些女声也可以获得悦耳的表现。但是，一旦听到摇滚、金属、爵士之类的，就会感觉到这个鼓手像没吃饭一样，低频量感明显偏少，缺少一些低频的打击感，自然也就无法打动听众。此外，还有就是声音密度了。我在听完 Init 与 ADX7000 之后，再听乌托邦2代，明显感到乌托邦2代薄了一圈。这是因为乌托邦2代虽然声场规模不能够算小，但是声场当中并没有用丰富的信息量来进行填充，导致整体略微有一点点空的感觉。但是如果说您追求的就是这种透明度极高的声底，喜欢清爽略带一点甜味的基调，那么乌托邦2代还是非常合适的。接下来是 Init， 这4款耳机中 Init 的高频延展可能是最弱的一个，高音部分在达到某个频段之后就无法得到展现了，高频缺少一些空灵飘逸的质感，这其实是厂家刻意为之的一个设定。纯粹就信息量来说 ，Init 的高频信息量其实不弱的，只是没有刻意的拔高，因为 Init 主打的就是音乐的包裹感，侧重温暖缓慢的黄昏色调，而不是分毫必现的还原性。这里我们如果高情商一点的说法 ，Init 是久听不累、柔和自然的高频，特别的放松和舒服。而锐评一下的话，那就是 Init 这个高频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老头乐了。不过 Init 有一点是另外3款所不具备的，那就是 Init 如果您用播放器直推的话，是属于完全可以听的程度，而另外3款如果说您用播放器去直推，那么结果可能会有点难看。低阻是一把双刃剑。这种设定固然可以降低对于耳放的需求，降低了我们驱动旗舰耳机的门槛，但同时也限制住了耳机的上限与潜力。如果说您希望一只耳机有充分的潜力可以挖掘，可玩性足够的高，那么 Init 就需要适当的注意了。
如果说 Elite 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前端，那么到了 Sassafras 局面就反过来了，最需要考量的就是前端。对于 Sassafras 而言，周边的音源、解码、放乃至升级线、电源都要考虑在内。酱油柜过机对于 Sassafras 而言再正常不过，所以 Sassafras 更适合愿意折腾的朋友去入手。当然了，捷径也是有的，那就是直接考虑 Sassafras Unveiled 的，这是目前平板耳机当中的最高峰了。对于前端的要求没有 Sassafras 那么的高，用 NA1 就可以获得足够出色的表现，只是售价也高了不少。最后是 ADX 7000，如果您是冲着 ADX 5000的音色强化版，那么 ADX 7000可能并不适合您。原因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，前端搭配与调音思路的转变，让 ADX 7000真正有了旗舰的风范，也让动圈这一经典的换人类型再一次得到了突破。毕竟这些年来，太多品牌在往平板单元发展了，认为动圈这一古老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极限。而铁三角用 ADX 7000告诉我们，动圈这一结构在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。ADX 7000我认为更像是一次完善与成长。ADX 7000没有 ADX 5000那么的锋芒毕露，但是整体的完成度更高，三屏框架也更加健康。但是 ADX 7000高达490欧的主抗，无疑是一道门槛，需要大家在前端上面进行适当的投入。4款耳机4种音色，乌托邦2代清澈华丽，层次分明 ，Elite 细腻柔和，饱满温润。Sassafras 大道至简，气势磅礴 ，ADX 7000鲜活逼真，优美动听。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小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